离开清河的时候，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特地拐了2条街，最后总算在一个画堂人的旁边找到了那位清河白晓生。那郎中换了一身长袍，眼睛紧闭着，身前放着不知从哪找来的一副旧桌椅，桌布上画着八卦阵乱符图，凳子旁边立着一个短旗，上书半仙算命，一人10文8个大字，在街道旁一摆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魏无羡在他对面坐下，白晓生，还真是你，我道你跑哪儿去了，在那条街怎么也找不到，感情不卖药，不说书，改算命了。魏无羡双手捧拳，上下摇了几下，先生伪装技巧之高超，谋生手段之宽泛，本人实在是佩服。清河白晓生一听，这公子声音竟挺耳熟，可不就是前几日救了他一命，又买了他一盒胭脂那个，干脆也不装瞎子了，忙道：哎呀呀，这不是前几日那2位恩公吗？怎么胭脂用完了？还是又要打听什么鬼怪传说，灭门惨案？魏无羡啪地将一幅画拍在他桌子上，都不是，来，你看好了呀，这才是真的夷陵老祖魏无羡，赶紧把你那一沓误人子弟的镇恶图丢了，照着这个重新画，到时候拿到街上卖，保准一抢而空。白晓生低眼看去，皱巴巴的宣纸上画着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，腰细腿长，剑眉星目，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。蓝忘机也是第一次见，一时眼睛微亮。他知道魏无羡会画，虽然仅用水墨2色，但创作者却画出了男人最自然最熟悉的神情，一双桃花眼顾盼神飞，脸上自带3分笑意，似笑非笑，画中人的确是前世的魏无羡。白晓生拿起画纸，惊道：公子，你真见过夷陵老祖？魏无羡道：那还有假？白晓生看了看手上的画纸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公子，您可真是为难我，我要有这等画工，早就去卖书画了，还用装瞎算命？这画我仿不来。说完把画纸又推回魏无羡这边。魏无羡皱眉道：那你也别画那么丑的，张牙舞爪，青面獠牙，跟真人又不像，卖也卖不出去。蓝忘机拿起画纸道：酱油。魏无羡故作惊讶，不愧是韩光君，这都能猜到。那韩光君再猜猜，这酱油是哪里来的？见蓝忘机只是默默看着他，魏无羡便自己回答了自己：哈哈哈哈，好了，不开你玩笑，这酱油是昨晚你那盘酿豆腐剩下的。蓝忘机将那幅画悉心叠好交给他，继续赶路。魏无羡把纸往他手里一推：别给我了，叫我拿着又要乱丢，就劳烦韩光君待会儿寻个地儿扔了吧。蓝忘机微一颔首。白晓生眼见这2个财主欲走，忙道：2位恩公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可要算个命。别人我收10文，你们俩我只收15文，怎么样？魏无羡瞅了瞅他桌上歪歪扭扭的八卦图，道：你这都算些什么？白晓生一边扇着破纸扇，一边道：批阴阳，断五行，看掌中日月，测风水，看路河，拿袖中乾坤，天文若雷，了然今生前世。神目如电，看穿仙界凡间，天地万物，无所不知。阴阳八卦，生死明了。魏无羡道：嚯，那就是什么都能算呗。转而看向身边那个人：韩光君，你算过命没有？蓝忘机道：没有。魏无羡心道：我就知道没有。跟蓝忘机同吃同住的这段时间，魏无羡早就摸清了蓝忘机的作息，每天不是赶路就是打坐休息，不管去什么地方，外边有什么好吃的，有什么好玩的，都不会停下来多看一眼，整个人仿佛遁入空门，远离浮尘，一切在他眼里都了无生趣。魏无羡不禁腹诽：姑苏蓝氏这种家族真没意思，不是读书就是修炼，把人都闷坏了。蓝湛从小到大什么都没玩过，出去了也不会玩，真是忒可怜了。幸好这次夜猎他身边带的是我，反正闲来无事，正好可以带他玩些没玩过的。此前魏无羡已经带蓝忘机看过抛绣球、对对子、驯猴杂耍等，蓝忘机也不反对，任由他带着，只偶尔提醒不可耽误行程。其实不是他有多想玩，前世在云梦和江城什么没见过没玩过，他想看的不过是蓝忘机见到这些时的反应，无论是困惑的、排斥的、微喜的，只要蓝忘机的表情有丝毫变化，都叫他心里燃起一股不知名的喜悦，心道看蓝忘机可比看杂耍有意思多了。魏无羡道：韩光君，赏脸陪我算个命。
蓝忘机看了看天色时辰尚早，便嗯了一声。魏无羡从小钱袋里掏出15文钱，说好了，15文啊，多了没有？白晓生把钱划拉进木桌钱柜里。那这位公子，麻烦把您的生辰八字写上来吧。说着递了一张黄纸和一支毛笔。魏无羡提笔龙飞凤舞地写下自己的生辰八字。白晓生看看纸条又看看他，公子，你瞧着比这生辰要年轻啊。修仙之人自然是显小仙，你管这个干嘛？快帮我看看，我以后会不会大富大贵？面前两人，一个高襟冷傲，宛若谪仙，一个星眉朗目，风流倜傥，都长着一副极好的皮囊。再看穿着打扮，也不是寻常人家。黑衣这位虽然拿着钱袋，但出手之前会问过白衣的意见，可见钱不是他的。算命除了要能说会道，还要会察言观色，事先对算命的人做个预判，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才会和客人心里预想的结果差不离。白晓生慢慢地扇着扇子，将纸条捻在指尖，闭着眼睛念了一段不知所云的说辞。片刻后便对魏无羡道：你要的答案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魏无羡道：什么意思啊？白晓生故作高深道：你已经知道如何大富大贵了。魏无羡心道：这位白晓生估计是看出来蓝湛有钱，故意这么说的。不过他说的也没错，跟着蓝湛的确不愁钱花，也算是大富大贵了。但是他穿的和蓝忘机差不多，手里还拿着钱袋，别人怎么还是觉得蓝忘机更有钱？难道他长得就比较寒酸吗？魏无羡摆手道：不准不准，你再给我算个别的，帮我看看我什么时候娶老婆。魏无羡注意到旁边投来的视线，韩光俊看我做什么？蓝忘机摇头：无事。郎中眯眼看他，魏无羡长得俊，喜谈笑风生，人定是多情又招桃花，便道：相遇即是缘分，只需从一而终。魏无羡眉头扬得老高，笑道：你没算错吧？我可从没跟哪家姑娘谈情说爱过，哪里来的从一？魏无羡笑不出来了，他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一个姑娘，百凤山围猎时趁他不备偷袭他的那位。蓝忘机见他话只说了半句，脸上表情又惊疑不定，像是真想起来哪家姑娘，袖子下握着纸块的手慢慢收紧了。其实魏无羡当时想过找他，毕竟那人夺走了他的初吻，不管是天仙还是丑八怪，他都想见见。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，这件事就被他忘了，也不知那位姑娘现在在哪里，是不是还喜欢他。如果他就是他命定之人，时过境迁，现在应该也不会再见了。蓝忘机见他面色越来越沉重，终于忍不住问道：怎么了？魏无羡回过神来，摇头道：没事，想到一些旧事罢了。他抓了抓头发，转而对白晓生说：你帮我这位朋友算算。就算。魏无羡在蓝忘机身上扫了2个来回，最后嘴唇微起，蹦出俩字：姻缘。蓝忘机脸上果然闪过一丝微蓝，魏无羡心情一下子好起来，笑嘻嘻道：韩光君这是怎么了？不想算？你看看你什么都不缺，我思来想去，也只想到你还差一位道侣。难道韩光君就不好奇你的命定之人是谁？蓝忘机看着在一旁露出看好戏表情的魏无羡，低头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生辰八字，双手递给白晓生。魏无羡看了一眼，心道：蓝湛写字越发好看了，整整齐齐，大小统一，落笔却遒劲有力，就跟他本人一样。对比之下，他写的简直像被苍蝇爬过似的，遂悄无声息地把纸条攥手里揉作一团。白晓生拿着纸条看了一会儿，又抬眼看看蓝忘机，心道：这位白衣男子年龄正是娶妻生子的好时候，但眼睛却不往姑娘小姐身上放，只默默看着跟前这位黑衣男子，不笑，话也不多，可见不是个多情的人，应是个专情的主，还是不开窍的那种。这种人要么就独身一世，要么就一心一意与爱侣相伴到老。既然他愿意写愿意算，就说明他仍未娶妻，且心里有人。若是有中意他的人，怕是一看他清心寡欲不解风情的模样就心生退意，而他定也不知该如何拒绝。若是他中意别人，也会因为不懂表达而错失良缘。白晓生心下了然，拿着蓝忘机的生辰八字装模作样的又看了一会儿，掐着手指嘴里呜呜浓浓的念着什么咒语，最后用十分惋惜的表情道：情深缘浅，事长苦恋。魏无羡噗的一声笑了出来，
看蓝忘机好像有点哀怨地看了他一眼，更加忍不住直接大笑起来。哈哈哈哈！蓝湛，你听见了没？是场苦练。哈哈哈哈！白晓生看他这副快要笑到气绝的模样，以为自己猜错。怎么，这位公子与那位姑娘已经两情相悦了？魏无羡笑得浑身乱颤，险些坐不稳。没有没有，那你说说，我朋友该怎么办？白晓生道：同道殊途，殊途同归，只需公子多缠多念，终会不负深情。蓝忘机沉默不语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魏无羡听完笑得更欢快了。哈哈哈，蓝湛，你完了！谁叫你以前总板着一张脸，得偿苦练，现在只能死皮赖脸的缠着人家了。他好心的安慰道：不过你也不必太过担心，烈女怕缠郎，像韩光君这样的品貌，要真缠起来，对方肯定很快就会投怀送抱的。出了清河，两人朝着鬼手指引的方向继续赶路。魏无羡一边倒着走，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看着蓝忘机。哎，蓝湛，你以后可千万别找个跟你一样的，两个人都冷着脸不说话，该多闷啊！一定要找个爱说话的，最好没事就给你讲个笑话，说个评书什么的。蓝忘机看着他，轻轻扬起嘴角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忘羡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